就2个人吃。好，海的2块嘛，那2块。要得。过年了，到这你看嘛，你不煮饭，你肯定就没得那个姐姐她就晓得。请收看目标。哎，也可以我们那儿炫给你炸了的话多一份菜哈。20个一板。吃得很凶噻，那个也不过。哎，广西的老南瓜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胡三兄弟。今天播出的中国集市纪录片的内容是重庆汪家堡大集的下集。前几天播出了这个市场的上半部分，由于市场内容较多，节目分为了2个部分播出。今天的内容也很丰富，市场的盛况、街头美食和商品的交易过程都有详细的介绍，会给朋友们带来一场精彩的中国农村集市美食之旅。汪家堡大集位于重庆北碚区，是重庆这个有3200万人口大都市近郊的最大农村市场，十分值得一逛。做小吃的小哥实在太忙了，一个人操作这6个煎锅，根本来不及出锅，大家都在锅边等候。这种小吃叫3角八，是川渝一带的经典美食。它是把大米磨浆打糊后发酵，然后再和白糖、鸡蛋等辅料混合调制，最后在这3角模具里煎烂。这样做出来的糍粑既酥脆又香甜，大米的稻香味完全得到散发，口感相当迷人。焖一下嘛，焖一下，放了吗？刚出锅的3角八来不及冷却，就被顾客纷纷买走，1元1个的价格也十分让人喜爱。来，好的。多少钱一个哟1块。多少钱一个嘛？没得热的呀。都是热的，我们锅巴好2个。北京烤鸭19.8块一只。你再坨坨那个包起来还吃哦。如果想买那个呀，就是这个鸭子，那2两肉给你片下来，再拿那个豆豉拿那个皮儿酱包起来。它1鸭3色，你买半边鸭子过去3份菜，你可以熬汤，然后鸭骨头给你炸了，安逸得很。你再坨坨的话，北京烤鸭也出现在这市场里，和重庆本地的手撕烤鸭展开竞争。北京烤鸭是中国的传统名菜之一，具有浓郁的京味特色，经常在各大酒店里作为主菜出现。而在这重庆的农村市场里看到它，让人对这道看似高贵的美食多了几分亲近。1斤19.8元的价格，也让这道京味名菜走上普通人家的餐桌，成为可能。可以。可以啊。哎。这半只是大概多少钱？半只炸开在30块钱左右这么样子，然后还要送葱姜饼儿。哦。哎，那一套葱姜饼儿还得送，然后鸭骨头给你炸了，1鸭3次，也可以拿回去熬汤。鸭熬汤对吧？哎，也可以我们那儿炫给你炸了的话多一份菜哈，撇脱点。北京烤鸭皮脆多汁，肉质鲜嫩，的确诱人。而摊主的话语更加让人暖心：烤鸭现场切片，鸭架免费油炸或者熬汤。北京烤鸭的完整吃法在这里一步都不少。大哥，这是玉米饼啊。它便宜嘛，就是的。
大哥，这一斤多少钱呢？啊，这一斤多少钱呢10块一斤。10块钱一斤啊？哎，对。10块一斤，1块钱一个，买上10块钱噻。这是刚出来的。我吃15块钱的，吃点那个。要得，再装5块钱的那个嘛哈。这一斤有这么几个饼呢？一斤有10多个。哦，10多个啊。哎，有12、13个。哦，12、13个。在重庆的市场里，经常会看到这玉米饼，每一家的做法都有一些不同。这家是把水果玉米打糊后调制，然后在这煎锅模具上煎烙，一锅出35个饼，5分钟左右出一锅。站在这煎锅前，玉米的清香味扑面而来，让人很有食欲。一斤卖10元，有10多个饼，感觉还是比较划算。5块钱的韩的哈。对呀，我方便的东西他们的。啊，5块2，5块钱。然后那个老头，他的机子来了。哎，我们大家5块就没看见了。汽收款5元。比那个要。叫做石磨粗粮玉米饼，一斤10块。那哪去吃？他就吃。不是，他拿叫我拿娃儿干转我那个。这种美食叫烧白，有的地方也叫梅菜扣肉，也有说法说烧白和梅菜扣肉是不同的菜品。烧白是江浙地区的传统菜肴，而梅菜扣肉则是川菜中的一道著名菜品，但二者在外观上看着十分相似。如果非要把二者区别开来的话，也有另一种说法：烧白的肥肉比例比较高，肉质偏软糯，而梅菜扣肉则以瘦肉为主，肥而不腻。大哥，这是梅菜扣肉吗？哎，梅菜扣肉，对。梅菜扣肉，这一斤多少钱呢？哎，称斤32一斤。梅菜扣肉和烧白的做法工序都很繁多，需要把上好的五花肉先煮后腌，然后在热油里煎炸，出锅后再切片放入梅干菜或者芽菜，调味完毕后，最后还要在笼屉里蒸熟蒸透，整个的过程大概需要4、5个小时。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软糯可口，肥而不腻。2块。哎，好。那个35说，哎，699，哎，那个嘛，啊？这有多少？19块钱嘛。不要了。他个平啊？反正那微信支付啊，要得。18块9。他一角钱你不要还是19块钱哈？我喜欢那个。是啊哈。哎。这个水都是那个样。有些多点少点随时关的。水都是，哎。25一板。摊主正在调制的是麻辣梅豆腐，它是一种特制的豆制品。其制作方法是把新鲜的豆腐沥干水分，切成3厘米见方的小块后放在竹板上发酵，大概15天左右，豆腐表面会长出白色的绒毛状霉菌。然后把美好的豆腐用高度白酒浸炒，再在里面放入食盐、辣椒粉、花椒粉、胡椒粉等调料，充分搅拌后放到瓦罐中腌制，1个礼拜后就可食用。这样做出来的梅豆腐麻辣鲜香，其中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、矿物质，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。不得撒点点小头那种。辣不辣？给老板。辣不辣？还行吧。还行吧。一般不要跟他贴出照过。好的。看我们就说得好正确哈。盐巴都没得了哟。我起码盐巴。那是盐哈。可以，你看别个那些，毕竟都是可乐饼的，证明它的东西。那个只提点味儿。哎，他是觉得有那个，有小龙可以多提点味。那是啥不好？是噻，多看点点，我觉得还好。
这是我一个，妈妈一包。哎，我们都一个弄一半。哎，这样一份霉豆腐卖25元，有42块豆腐。哎，那慢慢吃。我那个是早过的，还叫妈要吃还叫。哎，那你就喊他少放点还叫。我们只能是3买几件过4的，不是晚上。我也是要特殊照顾的。哦，这土豆片呢？有片啊！老板，咱们这个怎么卖呀？一斤多少钱呢3块钱一两。啊？3块钱一哦两。 ，3块1两啊。 50块钱一斤，这个不大称的。3块1两。这一袋子有多少？10块钱。哦，10块钱的，大概就是3两过一些。好吗？然后这种口味呢？这个是这种夹心的面包呢，1斤8块钱。哎，这是我在农村市场里看到的面包和蛋糕种类最全的一家，各种口味的手撕老面包、夹心蛋糕，还有曲奇饼、巧克力甜甜圈等等，口味各有不同，价格都在1斤8元到20元不等。价位相同的蛋糕可以任意组合。多少钱呢？5块钱。5块钱。咱们这都是1斤8块钱吗？对，这些是10块。哦，这些是10块。20块1斤。哦，那个是20块钱，这面包是8块。8块钱。哦，明白。恭喜收款5元。在最后的这个广西的老南瓜呀，1斤1块。这个都挺酸的。阳光玫瑰，1斤10块啊！这阳光玫瑰1斤10块钱啊！你好，我就照个相啊。这五色红旗也是10块钱。不错。妈也怕下午那些吃了那个下午怕过的人多得很。你刚刚呢？你说那有，这还是能够把它害得够了呀！好了，3两根，13块。糖橘1斤5块。圈圈好抓。你呢？来自云南的金线菇是相当的受欢迎啊，1两7元，买半斤送1两。看到这是肉饼，然后这锅里把油加上了。大哥，我拍一下你的美食啊。好，你拍一下。好，打扰。大哥，这是什么葱花饼吗？葱油饼吗？葱油饼啊。咱们这一个饼多少钱啊，大哥？3块钱。3块钱。便宜是吧？挺便宜。摊主大哥是专做葱油饼和酱香饼，葱油饼一个卖3元，酱香饼13元1斤。这是已经吃老多了。
家乡饼是怎么卖？13块钱一斤。13块微信支付刷卡13元。好，这是后面几个？微信支付刷卡3元。这个。中国各地的农村市场，我去过的也有上百家了，唯有这川渝一带的市场影响最为深刻。特别这重庆地区的农村市场人流最为集中，市场的热闹程度也超乎想象。这与川渝地区的人口居住密集有关。想象一下，光一个重庆市就有3200万人，这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总人口都多。再加上川渝一带又是中国长江流域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，各种商业的往来交易也十分的活跃。从这一个农村市场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我喜欢这热闹的场景。每一次拍摄都对各位摊主充满敬意，从他们的身上总能看到无穷的力量。快下班了？我们下班还早，那个厂上的我们都下班了。我就说厂不上，我们不下班。不下班啊？这两个都比较。一会儿谁了？哎呀，我不是，老头子懵的了。这米粉是吧？哎，那是放的米线。咱们这一碗多少钱呢7块。7块。那咱们大家吃的这个面是啥面？小面。啊，小面啊。小面。哦。都是纯小面，我们没有做臊子的。哦。7块钱一碗面粉。哎，我老是记得往那边去找东西。哎，这我那个超市，这个可不行嘛。下次再拍一份。我只有你买一个。这是好像是胸肉嘛，腊肉。腊肉排骨香肠。腊肉啊，真空包装了。大姐，这怎么卖啊25一斤。25一斤。这一袋有多少呀？一袋1斤到2斤的。哦，1到2斤，25一斤。腊肉排骨香肠。云南的蜜桔，1斤2块。蜜桔是1斤2块。苹果是1斤4块，3块24块。下面嘛也是这个。我看一下这边这是油炸的鸡肉呀。哎，大哥，我拍一下你的美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，没事。哦，好打扰你。这咱们是炸的鸡块是吧？哎，鸡鸭兔。哦，鸡鸭兔。哎。哇哦，鸡鸭兔3种。小兔兔。可以上。可以组拼是吧？可以吃。你上嘛，那里牙签。肯定牙签自己尝口感嘛。我明白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这3种买的价格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价格不一样。价格不一样啊。不一样。鸭子粉儿。毛块。吃鸭子吧，多吃鸭子。炒的那样。1斤儿。15块钱。8块买啥？15块5，15。好些钱那个。看一下这是。正宗山药香蜜饼，山药饼啊。你的这个金铲铲。飞机收款10元。多了。
好的呀？啥呀这是？大哥，这10块钱大概一斤是几个饼呢？这个没有油的。鸡蛋。香米山药饼在农村市场里也比较多见，与前面出现的玉米饼的做法有些相似。它是把新鲜的山药和米粉混合打糊，然后在这平底锅里煎烙而成，口味柔软糯香，外酥里嫩。猪肉的。要说这个市场里哪里最热闹，就数这肉类售卖区了。当天宰杀的新鲜猪肉一斤才11元，这比有些超市里的蔬菜都便宜。川渝一带的人们很会做肉类食品，特别用新鲜猪肉做成的腊肠灌肠、腊肉熏肉，在全国各地的市场里都能看得到。一斤2块5。还有肠呢。大哥在这儿。甘蔗一斤2.5元，免费削皮切块。圆头白萝卜说漂亮是真漂亮啊，品相实在诱人，一斤1.5元的价格让人喜爱。那个4块8的，对头，2个口袋的嘛，你说的，我们帮你2斤。冬瓜1斤2块。5块3少的，少了6块3，这哪里看嘛？哎呀，刚刚你听我说呀。虎皮椒1斤2块5。花儿菜1斤3块。这斤多少钱呢？30块啊。还有这是山药，1斤6块。上面说这个。这边是铁五籽的黑茄子。也许是农村市场距离蔬菜种植区近的缘故吧，各种蔬菜的价格比城市里普遍便宜1到2元。大部分的蔬菜都在1到3元之间，像这嫩绿的南瓜，在城市里的市场至少也卖5元，而这里一斤只有3元。这西红柿4元。西红柿一看就是当天采摘的，大一点的1斤4元，小一点的1斤3元。辣椒3块5。3块钱。2块。17年，收看1对3元。现椒1斤3元，胡萝卜2元1斤。虎皮青椒2.5元1斤。2块。老板的这儿又是各种烤山鸡蛋，1斤9块。
买多了有那个。影响那么旺，说的话就吃好便宜。看着不错呢。这是鹌鹑蛋，也是1斤9元。这边这一斤是鸭蛋。还有个老人的27，13块包茶包饭。月底那个谁？你今天才便宜。299。13块的今天咋回事？打折了，东京的老人。包茶包饭，1个21。他把炸的谁？3到3两卤都是那种美的。还有东西的。这是什么蛋呀？鸽子蛋。鸽子蛋啊。这怎么卖啊？这个4块一个。哦，4块钱一个。鸽子蛋。对，鸽子蛋很好。这个小孩吃，那个孕妇吃，老年人吃很好的。哦，是吧？对。它是最好的营养。对。我们卖4块一个，农贸市场里面卖5块一个，还有摊位费。我们没摊位费。你们没摊位，便宜1块钱啊？哎，对。市场里卖活禽的也不少，鸡鸭鹅样样俱全。大公鸡毛重1斤13元，免费宰杀。13块包茶包饭。好味道，无添加剂，更健康。欢迎再次光临。已经做好的，卷起来。蛋卷，手工蛋卷，无香精，好味道，无添加剂，更健康。欢迎再次光临。大哥，咱们这怎么卖啊？10元一包。哦，10元一包。好味道，无添加剂，更健康。欢迎再次光临。这一包10块钱。蛋卷，手工蛋卷，无香精。手板，各位朋友，擦了有效果，请认准专利包装，又喷又擦，双管齐下，快速治疗。这个农村大集说大是真大，我已经在里面足足逛了3个小时了，但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没有拍到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这里除了职业的摆摊人之外，还有很多农民朋友在售卖自己种植的土特产品、手工制品。这让人很是兴奋，我十分愿意看到农民朋友参与到商业交易中来。只要是有价值的农产品，在这自由贸易的市场里总能找到买主，同时也能为农民朋友增加收入。中国的农村市场何其大，商品交易又何其频繁，每一笔交易都会产生收益，你来我往，熙熙攘攘，经济的繁荣景象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出现的。6元1斤。那个不可能啊，2个多人钱哪没发的？规定到我们刚开始税没发的，原来那些。山药12。来自河南的铁棍山药，根据品种，价格是8到12元不等。是1斤6块的，这是1斤8块的。咱们看一下这个红薯2.5元1斤。写起价钱的，人家明码实价哈，不要去的。洋葱2.5元1斤。洋葱2块5。还有这菠菜。四季豆2.5元。
与城市里早市不同，这农村大集持续的时间更长，基本从早晨的7、8点钟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、5点。现在是上午的11点30分，正是市场最热闹的时候。我看见这杨子，一斤多少钱呢？35块啊。还不错。这是狗街配的吧？30吧。长江流域的冬天不算太冷，日常的温度基本在0度左右，白天热的时候也有0上10度，所以每到逢吉日，这里的市场基本不受天气的影响。由于地理位置在城市的近郊，而且又有地铁到达，所以市场里除了本地附近的农村朋友外，也有很多从市里专门赶过来赶场的朋友们。毕竟这里的物品实惠又便宜。新鲜的松茸蘑菇很受欢迎，1斤10元。这是卖各种的。东西收海1点3元。大姐，这1斤多少钱呢？9块。9块啊。东西收海4元。这12根。这2个人跟他看看，看看。这12个1斤多少钱呢？这2块钱的。2块钱，这是12个吗？哎。这个区域大多是流动摊位，都是附近的农民朋友在售卖自己种植的蔬菜，非常新鲜，价格也比较便宜，基本都是1到3元。那头是好的。咱们这牛肉斤多少钱呢？33带皮。33带皮啊。对。今天便宜，便宜好几块。然后大哥是卖这个胡萝卜的，胡萝卜已经卖完了。没点了。